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药老成为药圣后，很快就将魂殿的人打得屁滚尿流。风尊者说，今日来的各方眼线不少，或许不久后药老达到斗圣层次的消息就会传遍中州。再加上药老大陆第一炼药师的名头，想必以往那些有交情的老怪应该不会再拒绝他们的邀请。药老也知道星陨阁的底子太薄，想要壮大势力招揽强者是必不可少的。更何况萧炎和魂殿势必是不死不休。为了萧炎，他也要好好经营星陨阁，做好萧炎的后盾。在星陨阁上下陷入忙碌和热闹时，一向不喜欢应酬的萧炎选择了闭关修炼。他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药老正在一旁等着他。萧炎和药老互相关心过后，便将手上的漆黑戒指物归原主，还给药老。药老将戒指戴在手上，这个东西对萧炎的确没有了太大的作用，但有一样东西对萧炎却有大用。一团深白色的火焰悬浮在药老面前，看着眼前的古灵冷火，萧炎有点愣。药老说，萧炎修炼了焚诀，异火对他更加重要。如今自己已经进入了半圣，古灵冷火已经没有了太大的作用。萧炎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无知的少年，自然知道药老是在骗自己。见他不肯要自己的古灵冷火，药老直接将古灵冷火中的灵魂印记抹除，让萧炎先种下灵魂印诀，收入体内，好好温养过后，就可以将之融合。望着面前这团深白色的火焰，萧炎的眼睛有些发红。古灵冷火应该算是陪伴药老最久的东西了，如今却送给了他。萧炎这边正感动着，药老反倒觉得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即便吞噬了古灵冷火，也不会有太大的飞跃。在药老的催促下，萧炎只能收下古灵冷火。之后他便问萧炎有没有凑齐净莲妖火的蛊图。在知道还没收齐后，药老脸色有些古怪地说，有个熟人来星陨阁找他。听到纳兰嫣然的名字，萧炎眉头微微一皱，以他的性子，没事绝不会来找自己，除非是云云有事。客厅中坐立不安的纳兰嫣然见到萧炎出现后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，而萧炎看到他局促的样子，直接问找他有什么事。纳兰嫣然这次来找萧炎，的确是因为云云。当年云云和纳兰嫣然来到中州后，便加入了只招收女子，宛如隐士门派的花宗。云云在那里挂了一个客卿长老的头衔，他们在花宗找了一处山峰独居。而后云云意外发现，在山洞中双腿瘫痪的花婆婆。在云云的细心关照下，走到生命尽头的花婆婆在大限将至时，以一种奇异的手段将毕生的斗气封印在了云云的体内。他还丢给了云云一块玉牌，让她去当花宗的宗主。云云对当花宗宗主并没有兴趣，在埋葬了花婆婆之后，她便继续隐居。结果半年前，花宗的现任代理宗主花锦却让云云将玉牌交给他。云云不想惹事，便交出了玉牌。但没多久，花锦又找上门，要花婆婆封印在云云体内的毕生斗气。花锦只有4星斗尊的实力，但她的男伴妖花邪君却是6星斗尊。而这么短的时间，云云并没有完全炼化花婆婆的传承，根本就不是花锦的对手。好在花婆婆生前也有过安排，所以花宗还是有不少长老在云云这边。花锦不敢强行抢夺斗气，便和云云定下比试。而花宗有个奇怪的规定，男女2人可以同时出手。以云云的实力1打2，下场已经摆在面前了。纳兰嫣然这次背着云云悄悄来找萧炎，就是希望萧炎可以去帮他。现在离比试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，从星陨阁赶过去便要花10来日，时间上很是紧迫。在了解了花宗中唯一的问题是代宗主花锦，其他人都忠诚于花婆婆后，萧炎便决定带着麒麟前往花宗。至于闭关的天火尊者和小医仙，药老也打算趁这个时间让天火尊者恢复巅峰实力，并将小医仙恶难毒体的力量彻底激发。临行前，药老给了萧炎一枚空间玉简，让他遇到无法应对的情况将之捏碎，他会第一时间赶到。药老悄悄传音给萧炎，让他帮助云云成为花宗宗主。花宗的底蕴极强，云云成为宗主的话，星陨阁也将多一个可靠的盟友。3日后，风尘仆仆的萧炎3人终于赶到了花宗。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连绵不尽的花山。就在纳兰嫣然笑着为他们介绍花宗的护宗大阵时，一道若有似无的钟声从花海中传出。
此时的花宗广场中央，花宗代宗主花锦和他的伴侣药花邪君正对着云云口出恶言。花锦让云云有伴侣的话也可以叫上，省得说他欺负他。云云回应的话还没说完，天空上就传来一阵破风声。萧炎在众多惊愕的目光中出现在云云身边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极其肉麻地说：“小韵儿，我没来晚吧？”云云满脸羞红，而花锦则让云云和萧炎一起出手，输了就交出花婆婆的毕生斗气。云云并不想将萧炎扯进花宗的内斗中，刚想说话，萧炎就拦住他，说一切交给他来，要比试当然没问题，但比试的条件怎么看都不公平。花锦说他若是输了，可以放云云安然离开花宗，不再纠缠。萧炎霸气地说，若是这样，那便不用比试了。花锦威胁萧炎敢离开花宗，花宗的追杀会伴随他一生。萧炎让他有胆就去星陨阁追杀。听到萧炎不仅是星陨阁的人，还是药老的弟子后，花锦脸色一变。毕竟药老不仅是半圣强者，还是大陆第一炼药师。在萧炎向花宗老前辈问好后，花宗的长老也表了态。萧炎说，这次若是输了，云云体内的斗气便传给花锦，但若是赢了，花锦便将花宗宗主之位交还给云云。毕竟当初花婆婆本来就是将宗主之位传给了云云，只是被花锦这个不要脸的人强行抢了过去罢了。花锦一开始并不想答应萧炎的条件，但想到萧炎只是个2星斗尊，并不足以为惧，就同意了。开打前，萧炎让云云退开一些，他自己来就行。出于对萧炎的信任，云云并没有问什么，直接后退。萧炎用傀儡拦住了想要杀云云的花锦，自己则对上了6星斗尊的药花邪君。萧炎施展出天火3玄变，提升到4星斗尊的实力后，便放出4种异火，准备速战速决。药花邪君感觉到有些不安，想要打断萧炎的融合，但追逐了10多分钟，却一直都追不上萧炎的身影。在萧炎停下身影，露出一朵4色火莲后，药花邪君也施展出自己拼尽全力的一击，可惜这一击在毁灭火莲之下直接化为一片虚无。不仅如此，花宗长老们撑起的斗气防御罩也在火浪下爆裂，眼看就要波及到花宗的弟子，花宗的大长老终于出手化解火浪。萧炎朝这位无奈现身的花宗大长老告罪了一声，而后看向不远处一脸苍白的花锦，再次召唤出4种异火。花锦一看到异火出现，连忙尖叫大喊认输。听到他终于认输，萧炎将4种异火吞入体内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可没那个能力接连施展2次毁灭火莲。在花宗大长老的注视下，花锦不得不将宗主玉牌交还给云云。见云云一脸的迟疑，萧炎催促他收下吧。云云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说收下再让你耍一次威风吗？萧炎有些尴尬，但当年的事争论起来并没有谁对谁错，而云云已经接受了花婆婆的传承，不当宗主的话，花宗势必会陷入内乱争斗之中。最终在萧炎的劝说下，云云表示可以暂代宗主之位，日后大长老要是有更合适的人，跟他说一声便可。花锦在听到大长老说他很相信老宗主的眼光后，用天明宗准备和花宗联手的事来威胁他们。原本花宗是打算让花锦和药花邪君联姻，促成2宗的关系，但现在不仅花锦不再是宗主，药花邪君更是被萧炎打伤，他们之间的联合怕是不成了。萧炎直接说破天明宗准备吞并花宗的打算，并表示若是花宗不嫌弃的话，星陨阁可以成为花宗可靠的盟友。以药老在中州的信誉，大长老十分信得过星陨阁，而他们2大门派联合后，想必天明宗也不敢再做什么。见事情已成定局，药花邪君放下一些狠话就愤怒而去。花锦想要挽留他，但最终也只是愤愤离场。在花宗大长老的主持下，云云正式成为花宗新一代的宗主。仪式完成之后，萧炎并未急着离开，而是住了下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